太后把云州的踏猎调回上京，这是在提醒陛下，该北归了。南朝大事已定，臣请陛下回师。汴梁这边，总该留一个能做主的人。陛下若不欲立杜某，太原刘知远便是不二人选。臣请陛下速作决断，以安内外一句。便是摁上金花银枕，也得选个想睡觉的。太原那边到如今连道成臣的表彰都未曾送达，急吼吼的宣立刘氏，倒仿佛国朝的天子名位一文不值，求着他做一般。陛下与我朝的颜面何存？你陛下。太原使节河东节度知使王俊奉北平王刘令公亲命入京，向陛下奉表称臣，在明德门外候召。王秀峰在明德门外。苏元熙、郭威没有请来。使团一行以王知事为首，未曾见苏观察和郭太尉。你下去吧。令公，北平王这是假的，不必理他。刘令公若真有称臣之意，来的应该是观察相国或是家父，而如今来的却是秀峰叔父。不过是虚伪已罢了。既是不愿称臣，为何要大张旗鼓遣使下来呢？投石问路，收拾人心。京师的人心，在冯令公，在九王。使君，太原使臣出宫了。可有诏命？太原令公加太师，封晋王，永镇河东。陛下，文肃，下官在。小谕开封府，与城南再设2处舟棚，不要以赈济的名义。天快转暖了。大河里的冰要开化了，募集青壮，以工代赈。是。不攻了。令公。陪朕走走。办公室有10万人，汴梁城里没有10万人。京畿12县，唯陈留1处陈员还算完整，却也没有人了。天寒地冻。寒门小户没了口粮，便只能背井离乡，朝着京师来讨口吃的。这才刚刚开始。怎么讲？天气渐渐回暖，往岁今时，朝廷以划拨种粮筹措春耕。今年库房的存粮、种粮，都在兵士和流民的肚子里了。误了节气，便不用再盼收成了。这些百姓当下还能在此讨口粥食，勉强度日，
再过2个月，库房的存粮都吃光了，他们终归都要饿死。令公总揽汴梁军政，这难道不是令公的分内之事吗？惭愧，冯道难为无米之炊。内外库食，皆在令公手中。令公到底缺什么？冯道一介昏聩老朽，食不足一盏，寝不过一榻，老朽什么都不缺，缺的是他们，是天下。缺什么？缺一个朝廷，一个丰年能平价收粮，灾年能施粥赈济的朝廷，一个春时播化种粮，夏岁修治河工，秋月积领仓石，冬日赈济寒食的朝廷。这些百姓啊，时至今日，菩萨也不能让他们活，唯有你能让他们活着。令公可是肺腑之言，你能做得到吗？蒙尘何在？陛下，臣在。小玉恭迎内外，南北各臣。自即日起，大河以南，不可再打草谷。各军所需，皆要记录在案，誊表造册。上奏公帐决断。臣奉诏。令公，可否？乱兵入城，给假3日，强人破门而入，掳掠诸伯口粮，虐杀妇人孺子，一把火烧了房子，拆了院墙，搭建营寨。令公，此乃张彦泽之罪，还是朕之罪？陛下言重了，但此时你说上一句不抢了，不杀人了，就可以了吗？你到底想要什么？谷麦30万斛，种粮3万斛，你有吗？没有。既然没有，冯道与汴梁10万军民，亦不能强你所难，但可退而求其次。何为其次？欠债还钱，杀人偿命。你既然没有谷麦种粮，亦可拿张彦泽的性命来抵。王定光，你这是在要挟陛下。陛下，若如此，杜重威恐生无策之变呢。此话有理。杜重威手握重兵，菩萨都要避之，何况是你？此乃令公的意思，还是太原刘知远的意思？你若不愿为中国之主，那就将公帐从速搬回你的上京。令公还未曾回答。心怀天下之人，不会问这样的问题。倘若朕杀了张彦泽，令公敢保杜重威不反吗？不敢保。
但老朽敢赌，杜重威身在腋下，老朽身在京师，无城无兵。若杜重威敢反，老朽的这颗头颅，你拿去便是。敢赌吗？今有司勘罪，查张彦泽者，攀比好财，纵掠梨树，酷猎擅杀，以害市民，纵兵为虐，无探生灵，克扣军饷，军心离散，强占民田，夺人恒产，卖官鬻爵，败坏吏治，逼反庶族，祸起无策。抗旨不遵，悖逆君命，诬陷忠良，残害贤能，荒淫无度，败俗伤风，结党营私，扰乱朝纲，劫杀使节，挑衅邻邦，大罪12，庆南山之主，不足以彰其罪；尽东海之波，未得能迎其恶。巨特大奸，朕起令5刑之诛，着即荐送北市，明正典刑，祭扬名誉，告谕四方。张彦泽是契丹天子颁下明诏，明正典刑，汴梁城军民皆是见证。昭昭史册之上，将来也会这样记述。可惜了钱家九郎，一腔忠勇。乱世，人命卑贱，活着比什么都好。要舍得出来吗？不急，殿上失仪并非小罪，好生将养着他，莫要让人看到他，也莫要让人想起他来。这个炭烤的真慢。又想什么呢？若此番有命难归，我便同你一起上岛，做个上门女婿，好不好？说什么疯话呢？这天下想担大任的人太多了，有自知之明的人却又太少。若非如此，也不至于乱成这个样子。我就不掺和了。想来想去，除了黄龙岛，这天下好像没有第二个桃花源了。你说的是真心话吗？你说呢？李姑，李姑，
太原使臣王俊求见。终于来了。不见。令公。文素，你去见一见他。王俊想见的是令公，不是下官。能问的，能说的，老夫与郭家小子都说过问过了，再见，也还是那几句话，不如不见。你去见他，告诉他，谷麦各30万斛，种粮3万斛，这便是老夫开出的价钱。这个天下，眼下也就值这么多了。令公3朝元老，何以无礼于斯？秀峰兄慎言，令公领袖朝堂，所思所行，非你我可智慧。令公与文素兄今日之辱，一日王俊必有所报。令公不肯见我。是啊，他的原话是：他若还想要性命，这阵子便哪里都不要走动。请太尉上禀令公，国荣有几句肺腑之言，要面陈令公。这干系到令公的一世清誉，还请令公拨冗一见。放手吧，明日重元殿大朝，令公要上殿称臣。契丹大皇帝陛下制曰：朕以好穷眷幼，披诚宝业，总揽义纲，必资同德之贤，赖古公而必成。自尔太尉、中书令、匡国威圣军节度使，燕国公道学通9域，征波南北，侍奉3朝。册命元勋据金册，拜太傅，晋长乐郡王，增邑8000户，时时封1200户。领枢密使，使南面汉儿司事，权汴梁内外兵马，赐牙户、牛头，许朝觐不屈，尽忠走马。可。臣奉道奉诏。朕得大统，国号之事，还要劳烦太傅。杨氏以隋国公而得统，国号称隋；李氏以唐国公而得统，乃成300年之大唐。陛下基业，得知父祖宗社诸庙，虽不得大唐敕封，却沿袭自松漠都督府旧制。松漠以辽地为治所，陛下称国，号可曰辽。太傅所奏，颇合古意，国号称辽，臣复议之。臣复议。好，那便定国号辽。祖宗庇佑，大辽永兴。陛下，万寿无疆。大辽永兴。
俯首称臣，还献上国号，真是无话可说。却不知冯令公翌日有何面目，复见桑相公于地下。桑相公若是不死，今日只怕也要成臣。衣冠南渡，一历700载，天下文气节义，不过淮河以北。于今，契丹天子建号大辽，以为北地之主。唯一可虑的，便是河东刘知远。文仲，你想要做什么？当然是要做大事。大郎，末将在，去将那名盗贼取下来。哦。契丹南来，境势残乱，国祚不有。进士一中，神位无主；社稷有倾颓之危，黎宿有倒悬之苦。河东12州市民兵变，恭请大王以天下苍生为念，诚因窃运克己地统，金辉南下，预定中原。王军回来了。稳住！冯令公说，属谷麦各30万斛，重量3万斛，入京时可为天子。谷寿实是2代国恩，不能为此不义之事。河东为天下人心所系，大王却拘泥于旧情恩义，不肯入京大统。我等受大王恩义赏罚，当气血在庭。民工不出，乃上圣河。民工不出，乃上圣河。在这里喊鸡的什么用？将门破开，把大王抬出来。哟，你们干什么？哎，你们干什么？稳住！稳住！放开我！稳住！放开我！啊！显得故意不义啊！小人小义何足为论？社稷安危、苍生福祉，方为大仁大义。臣苏玉圭，请大王即皇帝位。尔等有些过于不义呀！请大王即皇帝位。请大王即皇帝位。赵匡胤万万不曾想到，一个新的王朝的开始，其过程可以如此的草率和仓促。一个新的中原天子登基，披上的第一件黄袍，居然是一面节度使的道旗。刘知远继阳称帝后，各地藩镇及后进旧将纷纷起兵响应，百姓亦群起反抗，斩杀契丹索命官吏。
韩州义军王琼领兵攻入州城，围攻契丹守将耶律朗。东方义军连破宋、亳、密三州。辽太宗耶律德光闻讯大惊，欲弃城北去。这刘知远称帝也便罢了，偏偏定国号为汉。你们说，他是无心之举，还是有意为之？先汉、后汉，乃至季汉，皆为刘氏宗庙。刘知远姓刘，以汉字为号，有借古以张征说的意思。洪尘，你是七镇不读书吗？先汉高祖皇帝乃是沛国丰邑人，后汉光武帝乃是南阳蔡县人，季汉昭烈帝乃是幽州涿县人。那刘知远算什么？不过一个沙陀番子，连他的刘姓都不知道是从哪儿偷来的，竟然还敢妄称汉室宗亲，把他的血流出来验一下，怕是后匈奴的刘渊都要比他来的正统。是，贼子建号，莫侯而管，自是没有那许多顾忌。李克用、李存勖、李嗣源这父子兄弟，以沙陀人为中国天子，也没什么。石敬瑭父子也是沙陀人，也做了10几年的江山，而今到我大契丹人为中国皇帝，才2月有余，河东反了，河北也反了。不错，我契丹人是胡种，难道那沙陀朱野氏便不是胡种了吗？真就想不明白了，在那口是心非的南朝人心中，究竟什么是胡，什么又是汉？吴越钱弘处参见冯令公。司空，请起。谢令公。吴越孙太真参见冯令公。你倒是胖了些。晚辈惭愧，蒙令公大德庇护，再造之恩，敏感五内。弘处永世不忘。令公快坐。沏茶。司空请坐。明日，老夫便要伴驾离京了，想着未必能再回来。临行之际，来看看你。离京？那契丹天子要裹挟令公北还？算不上裹挟。我受封太傅，位比于越，谁都能留下，我却不能。令公得披南北，若不想走，纵然是契丹天子，也不好强人所难吧？我向他称臣了。可笑吧？向他称臣，其实是百般不愿的。毕竟，故主尚在，心中难安。令公，朕还在乎这些吗？为什么不在乎啊？吴越前世3代，是梁、是唐、是晋，都是自家选的。
会不在乎吗？人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。平心而论，我对耶律德光不算厚道。他纵然有负天下，却终归不曾负我。可如今，他要走了，我若留下不走，又是为了谁呢？令公此番北去，若非契丹主王室，令公便永不得备至。自庄宗皇帝时，老夫这辈子侍奉了6位天子了，如今这是第7位。少年时读剑录，以魏文贞为艺术。4位旧主先后王室，终于得辅唐太宗，乃臣贞观之治。轮到自家，也王室了5位旧主了，却连个太平年景的影子都还看不到。桑国桥，大事上糊涂了一辈子，有一句话却说对了：年轻真好。